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Zoo DIY。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接着上一期的话题，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完成这个实木加玻璃的封闭式的门廊。上一期呢主要是给大家展示了怎么样做这两扇玻璃墙。那么这一期呢，我将给大家展示怎么样做这个非常高大的这一扇玻璃门。另外呢，我还给它加装了一些在公共建筑上经常使用到的一些五金件。好的，下面我们就开始。这个门的位置呢，实际上留的是非常大的，差不多有8英尺高，40英寸宽。这个 size 呢，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现成的门的，除非呢你去特别定制。我呢就采用这种红杉木来自己按照这个尺寸呢来做一扇这样的门。还有一个选择呢，就是在市面上买那种标准尺寸的门，把门的上面呢封闭起来。但是那样做呢似乎不太美观，所以呢我决定呢还是做这样一扇从底到上的超大的门。我还是采用 lap joint 的方式，就两边的木材各裁去一半的厚度，然后把它们拼接在一起。我拥有的夹子呢只有36寸那么宽，所以呢在这个 project 上还用不了。还好呢我还有一个绷带，我准备用它来固定一下这个门。除了上胶以外呢，在每一个结合的地方呢，我准备用这种木头的楔子把它打进去。一共有6个结合的地方，那么每一个结合的地方我会用3个木楔子。当然，如果你用螺钉也是可以的，只不过木楔子呢，你就看不到这个钉子头，会比较美观。我选用的这种木楔子呢是3/8英寸的直径，要用3/8英寸的木钻先开好口。然后呢，我会用木头胶把它涂到这个孔里面和这个木楔子的周围。然后我用锤子一点一点的把这个木头塞子把它打进这个孔里面。这个胶凝固以后呢，这个木塞子和这2片木结构呢就会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。多余的部分可以用小钢锯把它锯掉，然后再打磨就可以了。通过这种方式呢，这个木框是非常结实的，不容易变形。好，下一步呢就是把玻璃镶到这个木框上面。其实做法呢跟上一集做
玻璃墙的做法是类似的，就是要裁一些这种木头的压条，两边各一个压条，然后把这个玻璃固定在中间。我会用木头胶和钉子把这个压条固定在这个边框上。在接触玻璃的地方呢，我会贴上一层密封胶条。正好我的钉枪呢出了一点问题，使用不了了，我只能用锤子再加上 finish nail 来完成这一步的工作。最后呢，我会用这个铁质的 puncher 把这个钉子头呢再往里打一点，这样呢，在你 finish 的时候呢就会做得比较好，可以上一些腻子，钉子头呢就会被完全的遮盖住了。另一边也是同样的做法。敲钉子的时候呢，要注意用一块纸皮垫在玻璃上，不要让玻璃受力。好，这个门呢基本上就做好了，剩下的就是表面的处理，需要打磨，然后可能有些地方要涂一些腻子，然后还要上漆。这个是上完一次油漆之后的效果。由于这个门的尺寸非常大，也很重，所以呢，我打算采用一种并不常用的这种铰链，这个叫做 pivot hinge， 也就是枢轴铰链。这种铰链的优势呢，它就是可以用来安装一些很大的、很重的门。一般的铰链呢，它的重量是挂在门框上，但是这种铰链呢，它的重量是坐在地板上。而我要安装这个门的地板呢，是超过8英寸厚的一个水泥台，那个是非常非常结实的，所以这种做法呢是完全可以满足我的这个需要。它的安装方式呢跟传统的铰链呢是完全不同的。实际上这个轴呢它是在门框的里面，门的上下呢各安装一个金属的 plates， 然后在地板上和门上面的门框上面呢又安装一个 plates， 两个 plates 呢是卡在一块的，中间有一个钢球用来方便它旋转。这种铰链的一个特色就是它可以甚至360度旋转。好，现在我在水泥台上安装地上的这个铰链，要先钻孔，然后用这种水泥钉把它钉在水泥的地板上。实际上这个铰链呢是承受了所有门的重量，所以必须要安装的非常结实。好，现在开始安装门，把钢球放到位，然后呢，这个门呢下面呢就可以基本上固定住了。
同样的方法，在门框上面再安装另外一个金属的 plate。这个安装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确保它的垂直。如果这两扇 plate 不是在一个垂直面上的话，那么这个门是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关的。好，现在运作正常。下一步呢，就是要准备安装这个门碰。这个门碰呢，实际上是决定了这个门开启的这种方式。这个门呢，它实际上是可以360度旋转的。那么这个门碰呢，是按照你的要求，因为我是朝外开的，所以呢，它跟传统的门的门碰是不一样的。在门轴的一侧和另一侧呢，它这个门碰的位置是相反的。那么我采用的是这种2x4的木料，把它裁成这种木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由于我是往外开的，那么在门轴的左侧呢，我把这个门碰呢是装在外面，而在门轴的右侧呢，我会把这个门碰装在里面。好，现在我开始安装这个 push bar 的门锁。这种门锁呢，实际上是很少用在家用的住宅上面，在一些公共场所呢是经常看到的。由于它的锁舌呢并不是在这个门里面的，所以呢它不需要开很大的洞。开洞的时候呢，要仔细的比对，要确保这个门把手呢跟门的表面贴合的非常紧密。如果贴合的不紧密的话，容易进水。好，外面的把手就安装好了。那么里面这个 push bar 呢，其实安装起来相对是比较容易的。把它对上以后，然后上几个螺丝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为了美观起见呢，最好要测一下水平。这个锁装完以后呢，我就开始根据锁的位置来安装里面的这个门碰。在锁的位置呢，我开一个小槽，这样呢是为了安装这个锁的锁扣。这个开槽的深度呢是取决于这个锁的运作的情况，要确保呢它这个高度非常合适，这样这个锁呢才能非常平顺的开和关。好，这个是完成以后的效果。开关正常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会在这个门的上方装一个自动关门的装置。这种自动关门器呢，一般也是很少用在住宅上面的。我在 Amazon 上买了这个关门器，价格非常好，而且质量和做工我都非常满意。这种关门器呢有很多种安装的方法，我采用的是这种平行的安装方式。
安装完毕以后，要调一下这个关门的力度和速度，要确保这个门呢，既能够确保它关上，又非常的平缓。最后一步呢，是要升级一下这个户外灯。以前呢，只有一扇户外灯在外面，现在呢，决定把它做成2个户外灯。而这种户外灯呢，由于它没有开关，所以呢，我还在上面加装了一个光感的控制器，每天呢，根据光线自动开关。这个是我额外加装的一个配件。我在以前做过一期小视频，在围栏上面装灯，里面呢也有讲到怎么样安装这种光感的控制器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点击屏幕一角的链接。由于需要重新走线，那么怎么样去隐藏这些白色的电线呢？最后我决定采用煤气管，把它藏在这个煤气管里面。因为这种灯呢本身就是一种复古的设计，这样呢反而有一种19世纪煤气灯的感觉。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。这个光感控制器刚好在灯的下方，不会影响它的正常工作。好的，这一期的小视频就跟您分享到这里，不要忘记给我一个 thumb up。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，或者还没有订阅，请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